从《中国人的性格》这本书作者的生平中，能看出基督教怎样的救世精神。美国退还庚子赔款的具体推动人是谁？明恩普在其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中国人的性格》这本书的写作背景是什么？今天我们开始读《中国人的性格》这本书。今天的读书章节中有以上问题的答案。今天我们读到的是明恩普的生平和《中国人的性格》这本书的前言这两个部分。想听更多的内容，可以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读完这本书之后，我还会就解读中国文化这个专题去分享更多相关的书籍。我们共同查杀掉自己头脑中的中国文化病毒，在个体层面做到文化出埃及，早日跃迁到现代文明的状态。让我们开始吧。《中国人的性格》这本书也有翻译为《中国人的脸谱》、《中国人的性情》、《中国人的气质》或《中国人的素质》。台湾翻译的书名是《中国人的德行》。这本书由美国公理会来华传教士明恩普撰写。明恩普的全名是阿瑟·亨德森·史密斯，并出版于1890年的清朝，4年后在美国出版。我们先来了解作者明恩普的生平。第一部分，早期背景。明恩普于1845年7月18日生于美国康乃狄克州的佛农小镇，父亲是公理会教会牧师。1864年，19岁的明恩普成为威斯康辛第40兵团的志愿兵，参加了美国南北战争。战后先是就读于贝洛伊特学院，此后他又先后在波士顿的安多佛神学院、纽约协和神学院和纽约外科医学院就读。这些教育经历为他以后奔赴海外宣教做了充分的准备。据他的同班同学后来与他在中国同工的波亨里回忆说，明恩普为人幽默风趣，叙事生动，文采也非常好。1871年，明恩普在贝洛伊特与艾玛·狄金森小姐结婚。次年，他成为公理会教会牧师。不久，受公理会海外传道会的差遣，与年轻的妻子一道登船前往中国宣教。没想到这一去就是54年。他在华宣教的时间段是1872年到1926年。第二部分，来华宣教。明恩普夫妇先在天津，一面适应新的宣教环境，一面学习中文。为了了解中国，他们经常深入民间，上至衙门官员，下至街头乞丐和苦力，接触社会各界人士。1877年，山东发生大灾荒，明恩普被派往山东，在鲁西北一带赈灾，向115个村庄、4000余户人家，约12000名灾民发放了12000银元的赈款，同时也把福音传给各地百姓，使多人信主。1882年，明氏夫妇在山东恩县庞家庄定居，此后生活在农村长达20年之久，先后在那里建立起教会、小学、中学和医院，使庞家庄成为美国公理会在中国的第一个农村宣教点。1893年，明恩普又在附近的临清县建立了教会。到1905年时，他已经在恩县若干个村庄设立支堂38处，信徒也增加到1260人，大大拓展了公理会在华的宣教工作。第三部分，文字著述。在宣教过程中，明恩普深入中国社会，了解中国的风土人情，体察民间百姓疾苦，所以被上海英文报纸《字林西报》邀请为驻山东的通讯员，经常发表新闻报道和文章。由于明恩普在中国工作生活了54年，先后居住于天津、山东、河北等地，广泛接触中国各阶层人群，尤其熟悉中下层人民的生活，并结交不少朋友。期间他还经历了庚子拳乱的生死考验，因此对中国社会、文化以及乡村生活了如指掌。明恩普一生写下了10卷左右有关中国文化、历史、社会的著作，把中国清晰而生动地介绍给了世界。其中最为中国熟悉的是《中国人的性格》这本书，这是他在华宣教22年之后于1894年出版的一部代表作。这本书是由他连年为《字林西报》所写的对中国人的观感汇集而成，书中总结了中国人的特性共26条，引证丰富，文笔生动，或褒或贬，无不言之成句。时至今日，读来仍使人警醒与反思。虽然他的立场和观点，他的视角与结论明显带有西方的价值观，书中也不乏针砭偏颇之词。然而，我们不应苛求前人。公平地说，他在揭示中国国民性与晚清政体同中国现代化之间的深刻矛盾方面，的确不乏真知灼见，有些观察可谓是入木三分。
甚至令读者拍案叫绝。相信今天的听众自有判断。明恩普一生3/5的时间是在中国度过的，在华日久，爱华日深。虽然他这种爱并不完全表现为对中国和中国人的赞美，却可以体会到他的爱之切，责之痛。在明恩普笔下，中国人的优点比比皆是，比如生命力顽强、恪守礼节、遇事忍耐，以及对一方土地的热爱与眷恋等等。但他也毫不留情地指出中国文化的缺失，以及中国人的劣根性。比如他说中国人缺乏诚信和公共精神，说中国人喜欢乱占道路，对残障、精神病、遇难者、陌生人、妇孺以至牲畜等等都缺乏同情心，对落水者见死不救，冷眼旁观，甚至趁火打劫等等。最后他写道，中国多方面的需要归根结底就是一个迫切需要，那就是良心，而只有基督教信仰才能永久地完全地满足这种需要。该书后来被翻译成日文，书名是《支那人之气质》。明恩普也因此由原来的报社通讯员升格为专栏作家，并以中国问题专家而闻名。明恩普的书不是只说好，而是力求公正，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好的继承，不好的改正，这样才能变得更好。真爱是必须批评的，这样的爱是一种公允之爱，而光有赞美和吹捧的爱是没有价值的。这种真爱以及明恩普的文风，我们在林语堂先生的《五国五民》和诺贝尔奖得主赛珍珠的处女作《东风西风》中都可以深刻体会到。因此可以说，中国人的性格就是一部充满真爱、颇为公正的著作，也是第一本带有社会学性质的著述。它也代表了一个时代的中国观，因此它曾长期成为来华传教士的必读之作，而且对后世中国学人影响至深，开创了中国国民性研究的先河。《中国人的性格》这本书曾经引起鲁迅先生的极大关注，生前多次在文章中提及。他21岁在日本时，就仔细研读过该书的日文翻译版，并由此致力于揭示和改造中国人的国民性。直到临终前不久，还向国人郑重推荐此书。在1936年10月5日出版的《中流半月刊》上，他在一篇文章中语重心长地说，我至今还在希望有人翻译出史密斯的支那人的气质来。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哪几点说得对，变革、挣扎、自作功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14天之后，也就是10月19日凌晨，鲁迅病逝。第4部分，对义和团的主张和看法。在1900年庚子事变中，明恩普亲身经历了义和团运动的全过程，令他不能不叹息痛恨，不忍不言。在明恩普眼里，义和团是蒙昧的和残忍的。他理解中国人仇视洋人的思想基础和民族情绪，但却坚决反对义和团的排外与暴力行为，认为他们与先进力量为敌，靠迷信和妖言生存。明恩普受过现代教育，他无法认同歪理邪说，认为这种做法只会给中国带来混乱和灾难。在这里加一句，可是直到今天，中国的教科书里还在美化义和团、太平天国、李自成等等流氓土匪，这说明一直到今天也没有多少思想内核的进步。好，不能多说了，继续回到这本书。因此明恩普说，义和团不是在救中国，而是在灭亡中国，也因此多次写文章，呼吁清政府和西方国家采取行动，设法扑灭义和团。若这件事继续下去，则铁路、矿物、商业、差会将会在一个共同的毁灭里同归于尽。他写信控告支持纵容义和团的山东巡抚玉贤，要求清政府把他这样的巡抚革职，并永不续用。当袁世凯被派往山东担任巡抚后，平息了义和团，明恩普为他叫好。当北京陷入动乱之时，明恩普夫妇也被围困在北京使馆区内。他一手拿枪自我防卫，一手用笔记录下所见所闻。10月27日，明恩普在民意调查杂志《展望》上发表了对北京的惩罚一文，记述了义和团对北京的破坏，还有八国救援队进京的实况。脱险之后，他将亲身经历与见闻写成《中国在动乱中》一书，于1901年出版。该书分为2卷，论述了义和团的起因、在京津地区的发展概况，以及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的经过，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该书有一段记述了义和团肢解俘虏和尸体之后还要烧掉，
说是因为义和团相信基督徒死后第3天可以复活，除非采取有效措施，因此他们实施了令人发指的残忍暴行。明恩普分析说，中国人认为义和团有超自然能力，基督徒认为义和团是魔鬼撒旦，这些都不对。义和团不过是一批靠谣言和自吹自擂而扰乱了中国秩序的人，因此要镇压他们，这样做是为了救中国。从他这个观点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明恩普呼吁镇压义和团，又为什么会在义和团失败而清朝赔款定案之后回国，不辞辛苦地游说美国总统和政府退还庚子赔款给中国的举动了。因为他认为镇压义和团和美国退还庚子赔款同样是对中国有利的。他建议用退还的庚子赔款开办和资助中国学校，理由就是避免将来中国再次发生类似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和1905年的抵制美货运动。第5部分，退还庚子赔款的大力推手。明恩普极力向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建议退还中国的庚子赔款，用来兴办教育，因为他认为要防止义和团这样的运动再度爆发，最好的办法就是向中国人传播基督教信仰，并为中国人多设立高等教育的学校。虽然明恩普不是最先涉及退款的人，也不是美国退款动议中最具决定性的人物，但他却是极力推动此事并且起了重要作用的人。事实上，退款的动议以及退款的落实，最为关键的人物，首先是当时的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和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海约翰曾经是林肯总统的私人秘书，具有强烈的民主意识和平等精神。早在议定辛丑合约和庚子赔款的时候，海约翰先是阻止欧洲列强以瓜分清朝领土代替货币支付，继而反对索要过重的赔款。1901年5月28日，海约翰给柔克义发电报，说总赔款45000万两白银数目太大，会给中国造成灾难。他指示柔克义把赔款问题移交海牙国际仲裁法庭，以图减少。遗憾的是，海牙仲裁法庭支持欧洲7国。9月7日，易况和李鸿章签署辛丑合约，其中第6款议定，清朝赔付列强军费和损失费，本息合计98223万两白银，按条约办法和汇率折合各国货币偿付，自1902年起到1940年终止，分39年还清。98223万两白银的本金是45000万两，当时清朝人口是45000万人，等于每人摊派1两白银，这就是超过此前所有战争赔款总和的庚子赔款，对中国政府和人民是难以想象的沉重负担。在庚子赔款总额中，美国的份额是3294万两，折合当时的美金是2444万元。但经过海约翰等美国有关人员的精确计算后，发现连同军费在内，清朝应赔款项是1165万美元，但却赔付了2444万，多出了1279万，扣除各项费用和已发行的债券利息，净结余1079万美元，占实赔部分的 44.1%。海约翰将此事如实告诉清廷外交使节梁诚，并于1904年12月6日指示柔克义拟定退还部分庚子赔款的备忘录给国会。1905年1月，海约翰明确告知梁诚，为缓解赔款带给清朝财政的负担，美国可以退还庚子赔款的多余部分。不幸的是，1905年7月1日，海约翰在任内突然病逝。好在柔克义继续推动此事，一再提醒罗斯福总统。无奈此时中美之间又突发了一系列纠纷，比如约翰铁路收回、全国性抵制美货风潮，以及广东连州教案传教士被杀事件。这些事件致使退还庚子赔款的交涉停滞不前。虽然罗斯福本人愿意促成此事，但由于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使他无法向国会提交退还庚子赔款的议案，而且在这种形势下，国会也通不过。同年11月，老罗斯福会见另一位在华传教士丁伟良时，这样表示说，中国目前发生的抵制美货和杀害传教士事件，使退还庚子赔款不可能，至少目前无法向国会提出。也就是在这个停滞期内，
两位资深学者和传教士的出现打破了僵局。首先是伊利诺伊大学校长埃德蒙·詹姆斯旧话重提，然后是明恩普推波助澜，才使退还庚子赔款的议案再次启动，达成圆满。1906年初，在北洋大臣袁世凯的打压下，抵制美货风潮迅速平息。在这个背景下，詹姆斯校长向罗斯福总统呈交了关于派遣教育考察团去中国的备忘录，敦促美国总统和政府通过吸引中国留学生，为中国造就新一代的领袖。1906年3月6日，明恩普前往白宫觐见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建议退还部分庚子赔款给清政府，用来在中国兴办学校，资助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他还送给西奥多·罗斯福一本《中国人的性格》，并预言说，随着每年大批的中国学生从美国各大学毕业，美国最终将赢得一批既熟悉美国又与美国精神相一致的朋友和伙伴。没有任何其他方式能如此有效地把中国与美国在经济上、政治上联系在一起。此外，明恩普还建议建立北京协和医院和协和医学院，为落后的中国提供现代医疗服务。作为一个传教士，明恩普多年深入河北、山东等地，和中国老百姓生活在一起。他深知中国民众的生存状况，深刻了解中国的国情，因此他知道如何以恰当的方式影响中国的未来。正当此时，清朝政府颁布保护洋人的谕令，这使得西奥多·罗斯福对退款的态度转为明朗。4月3日，他写信给明恩普说，我之所以一直怀疑是否要将赔款用于你所提的建议，这仅仅是因为我对中国人是否会把它看作一个软弱的行动而犹豫不决。但此刻他承诺，只要不发生重大不利事件，他将采取行动，通过行政法案与著名高校的共同努力，争取国会通过退款决议，日后由新国务卿罗托全权处理此事。1907年，明恩普的《今日的中国和美国》一书在纽约出版。他在书中重申，退还庚子赔款的目的是让中国知识分子尽可能来美国留学，避免未来中国再次发生类似1900年的权乱和1905年的抵制美货风潮。在明恩普的奔走与大声疾呼下，退还庚子赔款给中国的提议最终成为美国朝野的主流意愿。1907年12月3日，老罗斯福在致国会的年度咨文中论及庚子赔款的善后问题时说，我们这个国家应在中国人的教育方面给予十分实际的帮助，以便中国这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帝国逐渐适应现代形势。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之一是鼓励中国学生来我们这个国家，吸引他们在我们的大学和高等教育机构就学。1908年5月25日，美国国会终于批准29号决议，豁免中国部分赔款。10月31日，柔克义与清朝外务部拟定派遣美国留学生章程草案，就留美学生选拔、专业、管理达成初步意见。12月28日，老罗斯福签署法令，将1079万美元退还给清政府。31日，罗托致函柔克义和新任中国驻美公使伍廷芳，转成国会联合决议，并由总统签署的法令，指示退款从1909年元旦起执行。1911年，清政府用退还的庚子赔款，在北京开设了一所留美预备学校，也就是清华学堂，后来于1924年改名为清华大学，从此为中国留学生赴美打开了大门。一批又一批的年轻学子从封闭的国度走向世界，他们中间涌现了众多的优秀人才，归国后成为不同领域的精英。胡适博士就是其中的一位佼佼者。1924年，美国国会又通过一项决议，将其余庚子赔款用于留美学生，这就是二次退款。他同时提议其他收到庚子赔款的国家也可以这样做。于是1925年，比利时退还庚子赔款，75%用于铁路建设，25%用于教育和慈善。1926年，英、法、荷兰退款，荷兰指定65%用于水利，35%用于文化。1933年，意大利退款。总之，由于美国退还庚子赔款的超额部分，加上国际形势不断变化，
中国实际支付的赔款额并没有达到辛丑合约规定的98223万两白银，实际赔付了他的 58.11%。无论如何，在退还庚子赔款一事上，明恩普功不可没。第6部分，最后的日子。1926年，明恩普81岁退休回国。明恩普余生都在其好友和亲戚中间度过，并做了许多公益事业。他常常向当地居民演讲，介绍中国，谈论中国问题、中国历史与文化，关心当地的华人学生与群体。1932年8月31日，明恩普病逝于克莱尔蒙特家中，享年87岁。好，介绍完这本书作者明恩普的生平，我们来到这本书的前言部分。在谈论政治的时候，我们需要分清2个问题，一个是人的本性，一个是政府的本性。政府的本性是由政治制度决定的，而它所治下的人的本性更加的复杂。人的本性是可以改变的，但只限于小部分的改变。政府的本性也是可以改变的，而且相对于国民本性的改变，并不见得是一件相对困难的事情。人们通常谈论政治，更多地侧重在政治制度的改变，其实就好像2个矛盾的事物。如果只关注于阴而不关注于阳，阴就算暂时增长了，过会儿也会被阳所遏制，甚至反扑。人的本性和政府的本性就是这矛盾的2个方面。严格意义上来讲，人的本性是无所谓好和坏的。人在这个社会中都有着不同的本性，有的奸诈如鼠，有的老实正直等等。这个话题是如此的古老，远在柏拉图时代，在国家篇中，苏格拉底和他的好友们就在严肃地谈论了这个问题。为什么这个社会总是坏人得利，好人总是没有好报？人类历史的政治运动一直都在继续，好人和坏人，或者说不同的人总是存在着的。很难说从古到今是不是好人的基因变多了还是变少了。乐观的人说也许没变，或者好人善良的人的基因是变多了。悲观的人甚至认为现在坏人的基因应该变得更多了，因为自古以来法律、道德等等各种监督措施都不完善，当然是坏人得利，温顺的绵羊被奴役或者被淘汰掉。即使主张人做自利的事情会增加社会福利的亚当·斯密也不敢保证每个人都去做和只做对自己有利的事是实现所有人最大福利和社会最大福利的情况。工地危机仍然存在，可以这么说，那些做了坏事不受惩罚的，就好比在一块工地上乱丢垃圾。法律只管大事，法律是在道德的基础之上的。道德是那么一个古怪的东西，就是如果大家的所作所为曝光在阳光之下，那么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基本上还是能够如同公理一般，大家能给出一个公允的答案。这里首先有个问题，并不是所有的真相总会水落石出，所以在这个世界上，做伪证的、撒谎的、演戏的比比皆是，从无关紧要的戏谑到罪大恶极的都有。我谈到这里就是想说这一点，中国人的本性和中国人的政府是2个紧密联系着的事物。从历史上来看，中国人的本性可能这么多年来变动的很少，而正是这种中国人本性的稳定性，造成了中国人的政府不管换成哪种形式，其本质都变化的很少的原因。并不存在完美的国民性和完美的政治制度，而中国人的本性和中国人的政府是相容相洽，同时又矛盾重重的。比如说，中国人本性喜好撒谎、不诚实，彼此之间缺乏信任等等。难道中国政府不也是如此吗？他们也是谎话连篇，好面子，好演戏。正如之前说的，很难说哪一种事物的本性是不好的，但我们可以说某一种事物的本性是有待圆满、有待改善的，而这改善的目的就是为了使得这个事物更加长久。具体到这里就是中国人的本性和中国政府的本性，换句话说就是中国人的本性和中国政府的政治制度的改进是彼此互动、相互协同作用的，而目的就只有一个：国富民强。当我们承认中国人和中国政府还存在着很大的改进空间，中国还不是完全的国富民强，我们还有很多的问题需要解决，那么我们的谈话就可以继续。如果你们如同五毛一般掩耳盗铃、混淆黑白，说中国已经是世界第1强国，中国的一切都是好的，中国人的本性是最好的，不需要改进了，
这听起来是满满的形而上学和绝对论的味道。那么我们没必要继续谈论下去了，建议你们找个精神病院住下来，别碍了大家的思考就行。如果我们承认中国人的本性和中国人的政府存在很多问题，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那么我们的谈论可以继续下去。当然，可能有的五毛小粉红会这么说，中国已经足够的好了。虽然中国目前不是最好的，但随着时间推移，它会自然变得最好，不需要我们进行思考和做些什么了。这论调和之前的那五毛的论调其实都是差不多的，我把其称之为轻度精神病。好在我们还有康复医院，可以让这一类人住下来，让他们待上一段时间，然后中国就彻底完美，彻底变好了，然后再把他们放出来，转移到精神病院。我觉得这样对大家都挺好的。那么剩下的人和我们的谈论可以继续下去，是清楚事情不会自然变好，天上不会掉馅饼，还需要我们主动认知，主动思考，主动做些改变，那么事情才会变得更好，不是吗？那么剩下的人，我们的旅途继续吧。接下来是这本书的导言部分。人们总是希望见证人所说的都是真话，没有半点含糊。许多略知中国人的见证人虽然能说出一些真实的东西，但他们之中并没有多少人能如实地叙述，更不用说要他们讲出全部真情。任何个人无论他的知识面多宽，都不可能真正地了解中国人的全部真实情况。所以本书必须面对来自3种不同观点的异议。首先，或许有人会说，要把所有知道有关中国人的特性如实地转述给他人，那只是白费力气。乔治·温格洛夫·库克先生是1857至1858年期间伦敦《泰晤士报》的一位专门采访中国的记者。他像所有到中国去的作家一样，有机会亲眼目睹在各种环境下的中国人，并可以借助于那些很具资历的人物的看法去了解中国人。然而，库克先生在他所出版的书信集的前言中却承认他对中国人的特性的描述是失败的，并为此表示歉意。他说，在这些书信里，有关中国人特性的作品我写的并不够精彩，这是很大的疏忽。这本是一个最具诱惑力且最能施展才华的题目，机智的假定、深刻的概括、自信的断言都可以在其中得到展示。那些吹毛求疵的批评家们肯定会由于我没有从这种机会中有所收获而鄙视我。事实上，我写过几位中华民族中非常优秀的人物，但不幸的是，在我把眼前的这些人物置于笔下时，他们曾有过粗俗的言行，却与我的初衷相违背。为了追求真实，我烧了好几封长信。此外，我还经常就这种事与最著名的汉学家坦诚地进行交谈，结果发现，他们与我一样，都认为要形成有关中国人特性的整体概念是不可能的。当然，这些困难只有那些真正了解中国人的汉学家们才会遇到。一位精明的作家可以在完全撇开主体的情况下，轻易地做出2个客观事实头头是道但相互对立的分析。也许有朝一日，我们获得了那些必要的知识，能够对中国人的自相矛盾之处的2方面都做出恰如其分的分析。而现在，我能做的就是避免严格的准确的描述，用他们最为突出的特性来描述。在过去的30年中，中国人已经使自己成为国际事务中的一个重要的角色，他们被看作是不可征服的，和给人一种如此神秘的感觉。的确，除了在中国，其他任何国家的人都不可能真正的了解中国人。在不少人的印象中，中国人是根本无法理解的矛盾体。不过也没有明显的理由，毕竟我们已经同中国打了几百年的交道。为什么真正的了解中国人就和了解其他复杂的现象一样难呢？其次，对本书更为严重的反对意见是，笔者并不完全具备写这本书的资格。一个在中国生活了22年的人，并不能完全保证他有能力写出有关中国人特性的书，正如一个在银矿里埋头苦干了22年的人，并不足以证明他有资格撰写出有关冶金学或金本位制的论文。中国是一个巨大的整体，一个还没有考察过它1半以上的省份，且只是在其中2个省居住过的人，当然没有资格对这整个国家做出概述。本书的这些文章最初只是为上海的华北每日新闻所准备的，并没有考虑更广泛的传播。然而，其中的一些论题不仅在中国，而且在英国、美国和加拿大都引起了极大的兴趣。
笔者这才应读者的要求，将文章汇编成册。第三种反对意见来自某些人认为要阐述某些看法，特别是涉及中国人的道德特征，会产生误解和不公正。然而，人们应当记住，印象并不可能像统计数字那样丝毫不差，它们更像是照片的底片，没有哪两张是相同的，但每一张都反映了某部分真实，而为其他底片所没有观察到。拍照用的胶片不同，透镜不同，显影剂又不同，结果当然也就不同。许多久居中国的人，他们对这个国家的了解完全要比我多得多，他们所表达的看法实质上与我是相一致的。还有人认为，在某些部位加一些亮丽的色彩，会给过于单调的画面增加真实性。这些人的看法同样值得尊重。正是考虑到某些十分正确的意见，我对原文做了全面的修订。由于出版的紧迫，原来所讨论的中国人的特性有1/3被省略了。当然，最重要的部分仍然保留，并新写了知足常乐一章。对于中国人所具有的并且表现出来的一切好的品性，我们没有任何正当的理由不给予赞美，同时又不能限于某种鲜艳的思维框架，抬高他们的实际的道德品行而超过公正的应得的那部分。这种做法的危害性并不亚于那种不分青红皂白的指责。这使我们联想起萨克里。曾经有人问他，在他的小说中怎么会好人总是傻瓜，坏人却是聪明的？而这位伟大的讽刺作家回答说，他是无心的。一幅表现橡树的木刻画，要求观察者从橡树的轮廓中分辨出拿破仑抱臂低头站在圣海伦娜岛的样子。长时间里这样看，往往一无所获，而且这样做显然也是不对的。但是，一旦经过他人的指点，看画者在看画时就不可避免地要看到拿破仑的样子。同样，在中国，许多事情起初并没有出现，但却能被看出，而一旦被看出，就难以忘却。正如限制性从句不能取代概括性的主句，本书的文章并不是对整个中国的概括，也不是众多外国人所见所闻的集合。这一点必须提醒读者们注意，这些文章仅仅是一位观察者对自己的印象所做的描述，只是许多中国人的特性中的一部分，他们并不能构成一幅中国民众的肖像画，而更像是观察者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用铅笔对中国民众的某些特性所做的简略素描。它们只是组成一条光线，而无数的光线交织在一起才能形成一道白光。它们也可能被视作归纳研究，来自笔者以及其他各种人的个别经验，在这里得到汇集。正是为了做到这一点，围绕着各个主题列举了大量的具体事例。米多斯先生是众多研究中国以及中国人的作家中最富哲理性的。他认为，一个人对外国民族特性有了正确的看法，并希望把这种看法转达给其他人时，其最佳的方式莫过于把所有有关的笔记交给他细读。在这些笔记中，详细记录了大量引人注目的事件，特别是那些非同一般的事件，并附有当地人对该事件的说明。从大量的此类事件中推出一般性结论，推出的结论可以被怀疑或否定，但所列举的个别事例只要是真实的，就不能仅仅由于某种原因而被搁置在一边。任何有关中国人特性的理论，最终都必须对这些事例做出分析。将中国人与盎格鲁撒克逊人进行比较是十分困难的，试图从事这一研究的人会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同样，许多看起来属于中国人特性的东西，实际上只是东方人的特性。待会儿就会看到这种情况。至于对不对，每位读者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切身经验做出自己的判断。据说，当今与中国人交往，了解他们的社会生活有3条途径：研究他们的小说、民谣和戏剧。这些信息来源无疑有其价值，但似乎还有第4条途径，那就是研究中国人在他们的家乡的家庭生活。这一途径比前3者相加起来还有价值，但它并不像所有研究中国和中国人的作家开放。正如在农村比在城市更能明白一个区域的地形，在农村也更容易了解人的特性。一个外国人在中国城市住上10年，他所获得的有关中国人家庭生活的知识，或许并不如在中国农村住12个月所获得的知识多。除了研究中国人的家庭生活，我们还必须把乡村看作是中国社会生活的基本单元。本书的这些文章
正是以中国农村为立足点而写成的。这些文章并不是为了表达一个传教士的观点，而是一个没有任何主观偏见的观察者对所见所闻的如实报告。正是由于这一点，本书没有涉及所谓用基督教改善中国人特性的问题，也不做出中国人需要基督教的假定。但是，假如他们的特性中存在着严重的缺陷，那么这些缺陷如何纠正，就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如前所述，中国问题远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国际性的问题。完全有理由相信，到20世纪，这一问题将是最为紧迫的问题。中国人是人类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如何改善他们，是每一个希望人类美好的人不可能不感兴趣的问题。如果我们导出的结论是正确的话，那么这些结论将会得到一系列曾被过多忽视的论据的支持。如果这些结论错了，无论怎样支持都不攻自破。埃尔金星爵对上海商界的那次答问，虽然已经过去许多年，但他的话至今仍然是正确和中肯的。他说，当阻碍自由进入这个国家的障碍被搬开时，西方基督教文化将发现自己所面对的不是野蛮，而是一个古老的文明，在很多方面都表现出衰退和有缺陷，但在另一方面又不能不使我们报以同情和尊敬。在将要出现的竞争中，基督教文化要想在这个具有怀疑态度且有足智多谋的民族中开辟道路，就要使人们明白，进入天堂的信仰比不离尘世的信仰更能保证公众和个人具有良好的道德品性。好，今天的读书分享暂时到这里。今天我们分享了《中国人的性格》这本书作者的生平，还有这本书的开篇前言等部分。期待在下一次的读书分享中与你再相逢。